近期，解放军军机密集前往台海空域打卡，令台空军15天出动1624架次战机应对。解放军战机正常巡航，如何让台军机疲于奔命？从台海空域震慑台独，解放军还有哪些未使用的方法？在美国新一轮对台军售的清单当中，有2项空军装备，包括斯拉姆空地导弹和 MS-110新型侦察吊舱，均可用于台空军现役的 F-16V 战机。那么，未来一旦装备，又将对大陆构成怎样的威胁？台防务部门26号发布消息称，解放军1架运8反潜机、1架运8技术侦察机在当天进入台防空识别区西南角。针对解放军军机正常巡航，台防务部门老调重弹称，台空军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广播驱离、防空导弹追歼。另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空军台南基地24号晚间11时6分疑似紧急升空2架 IDF 经国号战机，巨大声响惊动当地居民，也让外界怀疑台海空域是否有特殊状况。对此，台湾防务部门回应称，虽然战机升空时间较晚，但都属于例行的夜间巡逻任务，台海周边敏感空域并无异常动态。台媒称，岛内各界神经敏感源自近期屡传解放军军机深夜飞临台湾西南空域。台空军台南第1联队 IDF 机队6月全机队飞行时数有一半时间都投入在所谓驱离、监控解放军战机。10月22号，台湾中央社报道称，从今年年初到10月21号，台空军共出动4596架次对应解放军军机，相较于10月7号的2972架次，15天内又增加1624架次。对于解放军军机出现在台海一事，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空军大校曾就海空兵力战备巡航发表谈话，表示，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军队战备巡航完全正当合法，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值得关注的是，在美国新一轮对台军售清单中，包括了台空军 F-16战斗机使用的135枚 AGM-84HK 斯拉姆 ER 空地导弹和6个 MS-110侦察吊舱。其中，斯拉姆导弹由波音公司制造，是空射版鱼叉反舰导弹的衍生版。从弹体设计来看，它增加了一对像翅膀形状的伸出式平面弹翼，大大改进了导弹的空气动力特性，可以飞得更远更快。另外，为了打得更准，这款导弹采用了新的制导导航源，有一个以环形激光陀螺为基础的惯性导航器和一个6通道 GPS 接收机，并将利用一种新的自动任务计划模块，从而将预先准备时间从5至8小时缩减为15至30分钟。纽约时报指出 ，AGM-84HK 导弹可由美国对台出售的 F-16战机发射，能在夜间复杂条件下使用，用来攻击中远程的陆地和海上目标，包括试图穿越台湾海峡的军舰。理论上分析 ，AGM-84HK 的试射射程达280公里，再结合 F-16战机的攻击半径，此前就有岛内绿营媒体叫嚣，如果部署该导弹在海峡某节点处，例如澎湖列岛上的空军基地，则其火力可覆盖大陆半壁江山。它跟最开始的鱼叉相比，在外形上完全不一样，更像一架小型的隐身飞机，所以它的雷达系统对它发现的距离要大大的缩短，因此它的突防能力很强。那么台湾方面呢，像 F-16，那么当然是可以搭载这款武器的，而且我们说它的射程和突防能力确实是有一定的威胁。另外，台当局还购买了6个 MS-110侦察吊舱，也主要用于 F-16战机上，以提高其侦察能力。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表示，此项军售将为台军提供及时的情报、监控和侦察能力。当然，我个人认为，这2款装备对对岸的空军不会有太大影响，因为我们说空军作战，你要强调的是什么？单平台的能力很重要，但是更重要是体系。这2款武器实际上都不可能提升对方体系空军作战体系的能力，它更适合什么呢？就是美国人设定的环境，似乎第一是借助对岸空军的 F-16作为一个窥探我们的平台，那么这个时候呢，得利的当然也不是对岸，而是美国人。